说外面呢是繁华，那我觉得这儿啊就是一个归心之地。我们跟自然之间要有一种融入，它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融入。好久不见，洋洋。我还说那个我来的早，结果你也非常准时。那见你必须准时啊！是，对，张扬呢是我原来电视台的老同事。大家好，大家好。台里著名的财经主持人。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还没完呢，也是我们资深的文化收藏圈的主持人。没有，今天第一次合作，特别期待。但是你要带我看的这个房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跟你说，因为我今天看这个房子啊，它不光是它900平米它大，关键它的园林啊等等，因为蕴藏的文化太多哦，所以我特地邀请张扬老师来看看这个不同的人看同一个房子，这个视角能有多大的差别。现在咱们出发吧。好吧，走啊，走。走在这片林子里边啊，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不跟我说这是一个小区的园林，我还以为自己走在一个森林公园里。因为这个树木它非常的茂盛，所以你感觉这个湿度和温度都特别的宜人，就是跟小区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本身这片树林跟大家非常熟悉的朝阳公园，它是同宗同林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树木啊，树龄至少都在30年以上。也正是因为这么一个难得的这片林子，当时呢才打动了黑神扎卡先生，他有了灵感啊，才做了玛哈，也就是曼河，在亚洲的第一座住宅。那按你的话说，曼河北京应该是先有林而后有宅，这个说法非常准确。这其实就是春花园了。你看它是以植为墙，这几棵啊其实是樱花。哎，你等到这个樱花烂漫的时候，那感觉又不一样了。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春天的时候啊，值当再来一次。对。这个东花园其实还是很古朴的，你看它没有太多的装饰。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反而容易静下心来，能让人思考。对，你看中国的园林啊，它是讲究什么呢？要有墙，因为这个墙呢，它是一种分隔，而且这种墙呢，你看所有的江南园林当中啊，它都用这种白墙啊、灰瓦呀，然后包括这个当中有很多的窗棂啊，白墙往禅学的角度来讲，它还代表着一种极限哦，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宁静的感觉。这种幽静呢，让我想起王维的一首诗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你觉得，哎，这种城市山林的感觉特别好。对，就是这个园子，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跟原始的林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由远到近，在近处呢，你又看到这种很精致的一些造型，它其实就有点西方园林的感觉了。没错没错，你看这种我们叫绿篱嘛，是吧？或者绿篱墙，它其实是典型的西方园林的一些做法。是的，所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其实东方和西方他们都是和谐统一的。哎，那咱们室外看差不多了，是不是该进去看看了？好呀，特别期待，走。这套900平的大平层，在平层界里也是妥妥的金字塔尖儿了。一层一户，左右双入户门，动静分离。南向120平的会客厅是面宽有17米的超大横厅。你看这个窗外的景色，它很开阔，而且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绝佳。对，你看从这儿往外看啊，就是东三环的燕莎使馆区，是的。远处看一点啊，就是15国的这个大使馆，所以说呢，这种都市的繁华能够完全体现出北京啊作为一个全球大都市啊的特有的这样一种国际地位。中间这个吊灯和这个玄关，其实它起到了一个软隔断的作用，就是让两边的空间呢相对独立。它本身还是一个中轴线，对，是的。再加上你看两边这个墙上挂的画作，就整个让这个屋里啊有了一种对称的这种秩序感哈。哎，对。其实这幅画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啊，它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太极。其实太极呢，它讲的就是说呢，代表了一种宇宙中间的空间能量的一种循环啊，一种守恒。所以虽然叫太极，但它其实通过的还是一种色彩和能量的转换的感觉，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于太极的这个理解。而且我觉得也符合整个玛哈呀曼河的这个伟大的宁静啊这种感觉。一共有2个门，那右手边这个门啊，我们待会儿揭秘。我们先来看看左手边这个家庭活动空间，眼前这个呢就是中餐厅，然后里边是西餐空间。你要说到宴请好友啊，就不得不提曼河它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就享有这种米其林级别的一个私家宴会。哎，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太多了，那怎么办？
你可以到楼下的华府汇，跟你提前打个电话，预约他的这个慢府宴，就可以享受这种世界大厨给你掌勺做饭，用的是慢河的一个专属服务。刚才给你卖了个关子，现在到了揭秘。哦，这里又是一个私密性的客厅。对，它呀其实是个家庭厅，这里连接了中央会客厅、主卧空间、品酒区，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我觉得家呢，它是要给人这种放松、舒服的感觉，然后就能把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就消除掉。对，因为你看咱们 AZ 先生，他已经创造了有30多个这种安曼的项目，然后这是他第一个、唯一一个住宅项目，他还不是说为了简单的去重复，就是他希望通过他的理念跟家的融合，营造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状态。重头戏来了，这个主卧套房啊有200平，那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了啊。对，因为这个卧室包含了一个卧室，对，一个书房，双衣帽间，还有双卫浴。哦，你看看所有的功能齐全。哎，对，你看它主卧给我的感觉啊，也是宁静，因为它除了整体的这个木质结构，还大面积的用了手工编织啊，手工编织，就也是回归自然的感觉。对，你想想看，好多人就问我啊，那怎么配色会好看？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在配色的时候不要太复杂，不要用太多的颜色。我们说大道至简，就是所有最后非常高贵的这种配色呀，包括审美啊，都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朴素的。穿过这个步入式衣帽间啊，就到了我们男主的书房。哎，张扬，这还有一个奥秘之处，我带你看看。这个门打开是哪儿？你看啊，哎。哦，是客厅。对，我们又回来了，等于这个动线走了一圈，都回来了。张扬，咱这房子就算看完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好啊。就是这个房子它还是很奢华的，对，但是呢，它是一种内敛的奢华，给人就是这种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感觉。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它在细节上真的是做到了极致。无论是它的这个空间呀，还有包括它的软装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装饰画，就是你能想到的，它都给你做到了。其实就刚才你说的，无论是诸多的细节，还是它的风格，还是它最终呈现出这种气质或者氛围，都是遵循了 AZ 先生的一个最初的理念，对，就是重获伟大的宁静。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可能都有宁静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喧嚣的都市当中，我们很难获得了。那么你在漫河当中能够找到，你比如说我们在密林呀，包括园林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方式，所以它是既景，有很多的景色在里面。是的。然后同时呢，来到了这个我们室内的环境之后呢，很多的细节，很多的设计，包括它的动线，这是一种呈现出的生活环境或者叫起居环境，这是一种既静，最后呢，它是一种既情，就是其实把我们人对于自己的情感，对于家人的情感，对于自然的情感融汇在所有的环境当中。你在这里，首先你会被它的这个空间美学吸引到，但是呢，你会感受到这个情感链接。这个情感链接除了我们刚才说自然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对，其实真正你住到这里之后，你会享受到它的一个服务，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明白。对，包括我们的华府汇的这些配套啊，包括我们的慢府宴，它就是体贴到了你的生活当中。这是一种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当中的一种舒适的状态。这种舒适的状态才能够找到这种伟大的宁静，因为最终的宁静啊是人心的安宁。对。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和评论，我们下期再见。